自2020庚子年疫情爆发以来，预言家群体再次引起广泛关注。一些关于未来的预言频频被讨论，其中提到东方圣人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。特别是在2024年离火9运的到来之后，许多人认为这是预言中关键的年份。然而，尽管天地间异象频发，东方圣人的踪迹却始终未见，不少人开始疑惑预言是否真的准确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自从庚子年疫情爆发以来，全球的命运似乎被某种不明的力量紧紧掌控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不安。疫情的蔓延不仅让整个社会陷入了经济与生活的困境，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和疑虑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历史上的预言再次被人们翻起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东方圣人的预言。这一预言指出，在当今时代，特别是进入离火9运之后，一位来自东方的圣人将现身，带领人类走向新的希望与文明。对于这一预言，媒体的热议和信徒的期盼使得东方圣人一词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。然而，尽管时光已经进入2024年，大多数人却发现这位圣人依然未曾露面，神秘的气息没有丝毫显现。许多人因此开始对预言的真实性产生疑问，怀疑预言是否仅仅是幻想，是否所有预言家都在这一点上出现了误差。有人开始不禁自问，若预言中的圣人真存在，为什么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出现？为何人们期待已久的圣人仍未现身？这使得人们的焦虑与期待进一步加深，仿佛是一个未解之谜，不断激发着人们对未来的种种猜测。究竟这位圣人是存在的，还是只是历史的幻想呢？中国古籍和西方预言中多次提到这位神秘人物。推背图中描述了一位虽非豪杰也的圣人，他出身普通，但将通过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思想引领世界。烧饼歌中提到，这位圣人不会以僧人或道士的身份示人，而是超越传统宗教，以普通人的形象带来思想的震撼力。无论是推背图还是烧饼歌，这两部中国古代的预言书都被视为对于东方圣人降临的描述，而这些预言也在不断的传播和解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推背图被誉为中华预言第一奇书，它的神秘和深邃至今让无数人追寻其中的奥秘。这部书中的第44项和第47项尤为引人注目，其中提到了一个虽非豪杰也的圣人。这个圣人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或英雄豪杰，却具备着极大的智慧和影响力，将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改变世界，影响人类的未来。这位圣人并不是凭借外在的显赫成就而被推崇，而是依靠他对文化、哲学、道德的深刻理解，成为众人敬仰的对象。与推背图相呼应的是烧饼歌中的预言。刘伯温在这部作品中提到的救世主同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人物，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，
具有超凡的智慧和非凡的理念。特别是在他描述这位救世主时指出，这位圣人不会以僧人或道士的形象示人，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行、思想和智慧去影响周围的人，带领他们走向更高的境界。这一预言与现代社会的现实有着相似之处，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，精神和思想的力量变得更加重要。真正的圣人可能并不会以传统的形式出现，而是通过现代社会的思想与文化去唤醒人们的意识。这种描述与现代人对东方圣人的期望是相契合的，让我们不禁怀疑，或许真正的圣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普通人，只是我们尚未察觉。西方预言也与此不谋而合。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预言了一位东方人，他将前往西方，传播新的哲学思想，引领人类重新认识宇宙和自我，随后归返亚洲，影响力超越历史上的所有王者。而被称为火星男孩的波利斯卡则强调，这位未来的地球保护神诞生在中国，正在完成极具意义的事业。西方的预言家同样提到了东方圣人的出现，且许多西方预言家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中国的预言相呼应。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《诸世纪》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，他在其中多次提到了一位来自东方的圣人。诺查丹马斯在其诗篇中描述了这位东方人将如何穿越亚平宁山脉，越过天空、海洋和冰雪，到达西方，传播他的思想和哲学，并且在西方留下深远的影响。这一预言不仅强调了这位东方圣人的非凡之处，还暗示了他的归来将最终超越所有历史上的东方君王，成为世界历史的引领者。诺查丹马斯还在其他篇章中提到，这位圣人将会引领新的哲学流派，蔑视一切生死、金钱、富贵和声望，并在哲学的道路上走向彻底的自由与真理。他所引导的哲学思想将彻底改变人类对宇宙、生命和存在的认知。而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来自俄罗斯的火星男孩波利斯卡也在谈及未来时明确表示，这位圣人将诞生在中国，并且已经在默默地做着极具深远意义的工作。尽管波利斯卡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，但他明确指出，这位圣人的存在将会改变人类社会的方向，带来全新的希望与文明。这样的预言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深思，或许圣人并不会以显赫的方式出现，而是通过某种深刻的影响，悄然改变着世界的面貌。这些预言共同指向了一种使命，东方圣人的出现并非为了获取名利，而是为了引导人类走出迷失的精神困境。在道德秩序濒临崩塌的时代，他将帮助人类回归正轨，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，推动社会迈向真正的大同。如今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科技的飞速发展，物质文明极大丰富，科技创新层出不穷，但人类的精神世界却愈加迷茫。大量人们陷入了对生命意义的深深迷失之中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空虚、焦虑和不安。
科技虽然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财富，但同样也让许多人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忽视了精神的满足。许多人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，我为什么活着？我存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？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成为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困境。而在这个世界道德和价值观的底线似乎已经突破的时代，东方圣人的出现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。他并不追求个人的荣耀或财富，而是通过思想、理念以及深刻的文化修养去指引人类走出困境，重新回归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中。圣人的出现正是为了解救那些在物质世界中迷失的灵魂，让道德和精神的力量重新在社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。而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使命，更是一种时代的呼唤。东方圣人的降临将不再是传统宗教的救世主，而是精神的导师，帮助人们通过自我修炼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。当今世界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，科技创新层出不穷，但人类的精神世界却显得愈加空虚。许多人对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，我是谁？为什么而活？这导致焦虑、偏激和厌世情绪充斥社会，甚至让新一代对生命本身失去了热情。如今的社会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的物质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。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、富足，科技的进步让人类社会更加高效，信息传播更加迅速。然而，伴随而来的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迷茫。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时代，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满足，甚至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富裕程度。但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许多人开始发现，物质的丰盈并没有带来内心的满足，反而让更多的人陷入了精神上的荒漠化。社交媒体、即时通讯、娱乐消费的泛滥，虽让生活充满了短暂的刺激，却难以填补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缺乏意义感。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一代尤其面临这样的困境。他们拥有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多的资源，更快的信息获取能力，但却普遍对未来感到迷茫。快速发展的社会结构和变化莫测的时代环境，让许多人对自己的存在意义产生深深的怀疑。他们不禁问道：我是谁？我的生命有什么价值？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个人，也成为了现代社会整体的隐忧。与此同时，焦虑、抑郁、情感冷漠等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心理健康危机。人们通过消费主义寻求短暂的安慰，通过虚拟世界寻找片刻的逃避，但无论是购买豪华商品，还是沉浸在虚拟游戏中，这种空虚感却从未被真正消解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人类对精神导师或救世主的渴求变得愈发迫切。越来越多的人相信，未来的关键并非科技的进一步突破，而是人类内心的觉醒与灵魂的升华。东方圣人的预言因此变得尤为重要和引人注目。这个形象被赋予了超越宗教意义的更深内涵，他是时代的唤醒者，
将通过非凡的智慧和宽广的胸怀，引领人们重建精神世界的秩序，找到超越物质的生命价值。它的出现不是为了带来外在的奇迹，而是帮助人类通过内在的自省和转变，找到真正的幸福与安宁。东方圣人的出现，或许正是现代人类所需的解药。在这个道德、信仰和价值观被重重冲击的时代，它将带来一种超越物质的全新视野，帮助人类摆脱空虚与迷失，引导他们迈向更加和谐与充实的生活状态。这种精神上的回归，不仅关乎个人的救赎，也可能成为整个人类社会从内到外的变革起点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